你亲妹妹要跟一个劳改犯结婚了，你还觉得可以？那是个劳改犯，是坐过牢的。有啊你！就咱俩。你们干嘛呢？知不知道？你们这是干嘛呢？这影响多不好啊！啊！你是领导是吧？领导，厂长任人唯亲，不公平！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不公平！干嘛打人？都在啊！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，我被服装厂录取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呢没那么快能解决的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啊，在厂门口遇见了一个更大的领导，后来我就把这情况跟那个大领导说了，他就替我做主了。淑荣，你记不记得我就跟你说过那个第一名的王霞，我没见过他吧？大领导就查清楚了，这个王霞就是那个厂长的亲戚，就是走了后门的。所以呢，那我们的这个大领导就把那个王霞第一名的资格取消了，我这第3名就变成第2名了，我就被录用了。行，走，回屋里去。怎么了？快点走吧，进屋去。走，你别拽我袖子，已经烂了一个了。哎，你别把我这个袖子也拽烂了你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跟淑荣都考进厂里了，这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儿，一个两个拉这个脸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双喜临门呢？你进去了，淑荣下来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不在名额里吗？就给你做主那大领导一查，另外查出来厂长跟咱们家有关系，认定淑荣也是走后门进去的。是有什么关系啊？厂长是爸的学生。哦，这样啊？那我不知道啊，淑荣也没跟我说，你们谁都没跟我说啊。那要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大领导，我去跟他说，淑荣是凭自己真本事考进去的，不是靠关系进去的。行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可别闹了。你跟人说，人家能信啊？你是谁？你是人家领导，人家还得听你指挥。哦，所以现在你们全家都怪上我了是吧？啊，怪我上去了，把淑荣拿下来了是吧？哎，我还真奇怪了，淑荣她到底是不是凭自己真本事考进去的？要这么说，我赵新梅才是名副其实的第1名。行，我才是凭本事考进去的。行，不管谁是第1名啊，你先在屋里待着，别出去了啊！赶紧把衣服拾掇拾掇，什么样风里风气？我再风里风气，我也是第1名。你看你师傅，你来就来，拿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，西梅去闹，我们不知道，要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会拦着的。我知道你是帮我们的忙，没想到把你也给连累了。师母，您别说了，您看这事儿又不是您的错。淑荣也受到了牵连，她本来是靠自己的能力考上的。杜江啊，哎，我想再问你一句话，你们厂里能不能再给淑荣一次机会呀？啊？师母，这真的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我想，那现实情况也不允许。您看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闹开了，那淑荣再去，不是更不可收拾了？您总不能叫我难做吧？我知道，我也真是没脸再跟你说这件事情。我不过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我们就走了。哎，师母，这个东西您带回去。哦，不，东西你千万留下，要不然我们这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啊。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你了。哎，师母，你看您说的。哦，对了，淑荣，你之前是干清洁的吧？对，清扫大街的。哦，这个目前安排个正式工是不可能的，但要安插个临时工，我还是可以的。要不这样，淑荣，你先委屈一下，
来厂里还是搞卫生，行吗？哦，行啊，行啊，那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在厂子里总比在大街上强。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啊！谢谢您了啊，谢谢。我们先走了。哦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师母您慢走。哎，师母慢走。哎，好。叔荣，听说他做了你嫂子了。对，你们现在还住在老地方吗？你不用担心他过得挺好的。他进了服装厂，当了正式职工。我一点都不担心。你不担心？从见面到现在，你问的一直都是他。齐伟，你有没有关心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结婚了没有？过得好不好？面对着面的，我怎么好关心你呀？说不出口啊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和他在一个厂子里边，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临时工罢了。也挺好的。以后别再像从前似的那么拼命了。有些时候该偷懒儿就偷点懒吧。别说是我教你的。那个子博呢？听说上大学了是吧？怎么样？早就大学毕业了，都分配到机关单位了。你是不是日子过糊涂了？啊。这里边时间是静止的，每一天都跟前一天一样。明天没什么好期待的。确实是把日子过糊涂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提起你在里面的生活的。没关系。哎，真的没关系。你不提它就不存在了，就是个经历，一般人还没有呢。怎么样？你跟赵子博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？你就是普通朋友。其实人家子博挺好的，大学都毕业了，进了机关单位了。进了机关单位就意味着衣食无忧，前途无量啊！别太挑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来不看这些外在条件。你吓死
死我了！师傅，送你的，好看吗？我不要。淑荣，你先别拒绝，来，咱先戴上。干嘛？咱先戴上，看合适不合适，好吗？喂。真合适，真好看。这个是什么牌子的？万国牌。我都没听过哎，很贵吧？不贵，这表带是咱国产的，这表芯是瑞士的，表壳是德国的。你自己做的？当然了，我厉害吗？佩服吗？叔叔，有了这表，以后你就再也不用问别人时间了。谢谢啊。看你好像还不太喜欢的样子。齐伟回来了。齐伟出狱了。啊？不是，那他来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他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不是，他能来。不是，齐伟回来干什么来了？原来你跟那些一样，你都看不起他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齐伟失忆只是暂时的，他一定会更好，他一直都是那么优秀的，我相信他，我也会一直支持他的。还给你。不是，淑荣。当心点啊！注意安全。师傅，还要人吗？你行吗？那行，转弯啊，那边有堆砖，你给运过来。啊。怎么样，齐伟？小心点啊！行的话多装点啊。好嘞。我们北边的就要向你们南边的发起挑战。哎，输赢有那么重要吗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看着我，才会听我说话，你才会注意到我。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这辈子最希望的就是你能够幸福。
我不知道你来海城了。我来海城，给你们海城抹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变了。啊，你呢？我没变。我希望我没变。你变成什么样对我来说，都没什么意义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现在过得特别幸福。你把我送到监狱里，让我自己走进了幸福的新生活。你的心里头就不觉得有点儿亏欠吗？齐伟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亏欠啊？又不是我把你送进监狱的。啊，你进了监狱，我就不该开始有新的生活了，我就得在生活里活受罪啊。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齐伟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也应该如此。你进监狱，是我的责任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还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啊！我可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我。你是觉得我受了委屈吗？所以你帮我去报仇吗？因为我，捅了书记，然后进了监狱吗？你相信吗？我对你很愧疚的，我到现在都会。我也想过要等你，真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，时间不等人的，我等不起。我要是等你了的话，我这么辛苦的回城，所得到的这一切，就都没有用了。是吧？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。你自私的这么彻底。我在里边的时候啊，我还一直在想，我得劝劝那个傻丫头，可千万别犯傻，千万别等我呀，千万不能等我，这要是等我，我一直这么想，我真的这么想过。那我要谢谢你真的这么想啊！你要是真的一直想着让我等你10年的话，齐伟，我觉得你自己也太自私了吧？你就让我把青春都等给你了。哎，我们在天湖农场仓库的时候，隔着门，当时不是说过吗？为对方做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爱上我是你自愿的吧？
你为了我去捅人也是你自愿的吧？你进监狱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你现在过得不好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我还得对你的人生负责吗？10年啊，这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了，这是一段时光，这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好的10年。这段时光对于你来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会付出代价的。戚薇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让你对我绝望，这样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哎，淑荣啊，你这衣服是给谁做的呀？要是给你哥做的话，好像大了点儿哈。没关系，稍微改一改，给你爸爸穿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就是做个实验。妈，你要是觉得还行，我明天就给爸做一件。好，太晚了，你赶快回去睡觉吧。行啊，那你们俩也早点睡吧啊。别忘了，回头啊抽空给你爸爸、给你哥哥各做一件啊。好，一人一件。淑荣，你还挺有心的嘛。齐伟回来了。子博哥说帮他在机关单位找一个临时工的工作。我看他这2年啊也没有添过什么新衣服，特地给他做一件，让他上班的时候穿。有一件事我一直纳闷呢，你看齐伟他又不是咱们海城人，为什么偏偏要是到咱们这儿来找工作呢？他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回去了也是一个人。再说他没有别的朋友，来我们这儿找我们也是理所应当的，我没觉得有问题啊。啊，那就好。那我先休息了啊。齐伟，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海城？你难道不明白，这对我们3个人都是一种煎熬吗？对不起，我必须想办法让你离开。哎呦，哎呀，这真是你做的？真的。哎，我说赵子博，你小子有2下子。说良心话，这玩意儿做的真不赖。主任啊，这是我特意给您儿子做的，小男孩都喜欢这玩意儿。是吗？给我儿子的。是啊。哎呦，那我可得谢谢你了。你别说，我之前呢在友谊商店看见过这种车，要想买它，得用外汇，还不一定买得着呢。哎呦，主任，谢谢。主任，您太抬举我了。这，您儿子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他做个好的。我就爱好做这东西。真的吗？能加小人吗？能。哎呦，厉害。对了，主任，啊，我有点事儿想跟您汇报汇报。说什么事儿？我有个特别要好的哥们儿，哦，以前农场的时候认识的。这个呢，这人特别有能力，
最近投奔我来了，想找个工作，不管干什么，只求有口饭吃。我听说咱单位正好缺个临时工。哦，这样啊。行。哎，话说前面，我不是看在这车的份上啊。如果你的朋友呢不在乎编制，就让他先干试试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主任，太谢谢您了，我就知道找您准好使。那我下午就让他来报到。行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朋友叫什么？哦，齐伟，整齐的齐，伟大的伟。什么？齐伟？啊，你等会儿。齐伟。这是我早上收到的，你看看，不会是你那个朋友吧？好不好看？合不合身呀？合身，挺合身的。你不合身得跟我说，回头给你好好改改呢。不用改，就这样一扣上就合适了。但是我第一天去上班见领导就穿得这么好看，这合适吗？第一天上班当然得穿得干净整洁啦，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嘛。哎，一会儿子博哥来了，咱们可以好好谢谢人家。我不光要谢谢子博，我还要谢谢你。你当然得谢谢我，有好看衣服穿还能不谢我呀？哎，子博哥你来了，怎么样啦？怎么了这是？齐伟，淑荣，事儿没办成。昨天不都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们单位要找一个临时工的。是他突然间又不缺人了。怎么会说不缺就不缺了呢？不能是突然找别人了吧？可时间这么短，上哪儿找别人去啊？说的就是，我后来又去找领导，领导说可能是别的单位吧，所以我好像是听错了。你这都能听错啊？害我们空欢喜一场。齐伟，抱歉。没事儿，嗨，千万别当回事儿啊！这种事儿太正常了。这次没有工作找到，下次再找嘛，小事情啊。喂，喂，新梅，我陈果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安置跑到了。真的啊？哪个单位啊？啊，那个修造厂。修造厂可是个好单位啊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这个算是好事多磨。哎，陈果，我今天早点下班回去给你做好吃的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！行，那晚上回家见啊！我先回去了。哎。让我来登记一下这2种新款布料的价格。耶，这块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货色，肯定很贵吧？赵会计，你也太厉害了！这2种布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只有靠手感才能知道哪块好哪块不好。你摸都没摸一下，靠眼力看出来的。不瞒你说啊，我这分辨高低好坏的眼力啊，一直都有。别说是货了，就算是人。我也一看一个准儿。陈果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妈，买了这么些个菜呀！哎呦呵，
陈国的安置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。我这块心病啊，也总算去根儿了。我给你们做几个好菜啊！哎，行了，新梅，你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的，就是一个保卫干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保卫干事啊？负责保卫工作的。哈，这人家一听我是退伍军人，特高兴，还说呢，这个以前是保卫国家，现在是保卫工厂。可是当初退伍的时候不是说好了是按正科级待遇安排的吗？啊，是，这政策是政策，那不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吗？再说这正科级啊，现在都满员，领导说了，先让我从基层做起。然后行了行了，什么基层不基层的？那你还不如跟你妹妹一样去扫大街，那样够基层。新梅，我知道没能让你过上我说的那种甜的日子，我也挺内疚的。可有些事儿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能决定的，得慢慢来。啊，先把饭吃了。我不吃，被你气饱了。那个我都打听了，厂里边啊那几个科长都50多了，过2年就退休。他们一退休，我保证能当上科长。啊。哎，你说我再不济，我这保卫干事也比扫大街的强吧？刚才吃饭，淑荣还问妈呢，说之前扫大街那活儿还缺不缺人？他有个朋友特想去。你说我再不济，总比他那朋友强吧？啊？牛成国，你真会比啊！啊，好的不比，你比差的，还真跟扫大街的比呀？你不觉得丢人啊？你从部队裁下来了，你还好意思呀？堂堂一个军官变成一个看大门的，你倒是专业对口啊！你不嫌丢人，我嫌丢人。新梅，你看你什么你啊？我当初千里迢迢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找你，就是为了过今天这种生活。行，那你先把饭吃了啊。你让我找到工作，我也就挺感动的。你现在又专门请假陪我去报道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跟我还这么见外，不许见外啊！齐伟，这个工作只是暂时的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。行，那我争取扫大街扫出个劳模来。孙主任，这个是我的朋友齐伟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哦，淑荣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赵新梅。哎，龙芳，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齐伟回来了，还找到工作了呢。他回不回来，你告诉我干嘛呀？跟我又没有关系。哎，你说他的身份还好找工作呀？怎么着？你对他一点想法也没有了？我对一个劳改犯能有什么想法呀？哼，是做大事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不留情面呀！我都已经结婚了，我对他还留什么情面呀？当时牛淑荣。可怜啊，对齐伟还是一往情深的呢。哎呀，你要是对齐伟没有想法也挺好的，这样淑荣和齐伟就能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。哎，走了啊。
学。是又没戏了吧？什么呀？孙主任说了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啦。你肯定心里有顾忌，对不对？怕别人认出来。我早有准备，来，先挂上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样啊，我给你捂严实了，肯定没人能够认出你。你就可以不用担心，好好的干活了。等会儿我给你这个弄好。好，转过来，等一下。你看这样捂得多好，多严实啊！谢谢你啊！你谢我什么呀？我帮你，我愿意一辈子都帮你啊！我要上班去了。好，你去吧。下班了？对呀，下班了。你那么早下班啊？对呀。淑荣，我那个。你今天怎么上午没来上班啊？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可千万别不让我知道啊！家里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家里的事儿最大，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的事儿，我劝你千万不要影响工作，免得被人说闲话。就算我现在是个坐办公室的人，也不一定帮得了你。我很好，不劳你惦记。你要是真的有心，就对我哥好一点，遇事少说两句，太争强好胜也不好。我哥为什么会落成这个田地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这都是命，谁知道命运会怎么安排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王美娟啊？以前多风光，可是现在呢？你知道吗？她的对象被安排到澡堂当搓澡工，还不如我们家牛成国。现在我算是明白，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你怎么还在修这破车啊？把它当个宝贝似的。要我说，你还不如走路去上班呢。骑这破车都不嫌丢人。这丢什么人呢？我跟你说，走路去那个修造厂啊，得半个多小时呢。你还是有个自行车方便。一提到上班你就来劲儿。要我说，你那个破班啊，不上也罢。哎，懒得管你，爱修不修。我先去睡了。啊。我没有错，我没犯错，我立场没有问题。
嘛呀？别烦我。新梅，爸就听你的话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爸犯病吧？你不眼睁睁看着我从一个军人家属，现在变成一个看大门的人老婆了吗？那谁来帮我的呀？新梅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。现在爸犯病了，爸就听你的话，我求求你，好不好？新梅，牛成国。我立场没有问题。不容，别这样，你们快放开我！我不起来，我就不起来。不容，不要动我！你们放开我！爸，我要去战斗，不要动我！爸，放开我！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不要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青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开我！爸，你们不要动我！爸，放开我！你们谁啊？先送去医院吧。干嘛动我家？好，爸，我们去医院，我们先去医院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要是有一天我赵新梅我死了，我看你去求谁？谁来管你爸？你们都闪开，闪开！这里是我的阵地，我认可前进半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。爸，我来了，没事了啊。新梅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我就不怕了。不怕。我没有错，你可以给我作证，我这可以证明的。爸，您先休息。我没有错。没事没事，行了，安静。我没错，没错，爸。喝点热水啊。这没别人了啊，我在这儿，谁都不怕。我不怕，你来了我就不怕，我没有错。好了，安静。好了，睡觉了啊，都晚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爸现在的病老是发作。没事。齐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都。我来找他。你找舒荣也要注意点时间，这都几点了？舒荣现在还没处对象，没嫁人呢，这传出去了对她影响不好。我们家规很严的。都走，我要睡觉，我要坚守阵地。都走。好了，都走了，你们全走，离开，我一个人在这里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白天再来找你。走了，阿姨。我送你。哎，成国啊，你管管你妹妹吧。这人就是齐伟啊。是啊，就是那个劳改犯，刚从监狱里出来的。你让你妹小心点儿。先回去吧，先回去。对不起啊，齐伟，你也知道赵新梅她就是这样的。今天晚上谢谢你。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？我也没帮你什么忙。其实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我今天晚上来找你，就是为了过来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谢谢啊。还有就是你今天跟我说，你说你想帮我一辈子，是真的吗？当然啊。我坐过牢，我是坐过牢的人，所以其实我挺自卑的。所以你下午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所以我现在想要认真的问你，你真的是认真的吗？如果是，我
就准备要开始追求你了，请你做好准备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这么快就回复我。我也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想一想。我希望你给我的回复是经过你认真、慎重的考虑之后的一个回复。因为我会当真的。挺晚的了，我回了，明天见。陈果，你起来。哎呀，你起来！你管管你妹妹行不行啊？啊，你爸才刚犯完病，他就跟那个齐伟就出去那么晚才回来，啊，这像什么样子啊？要是爸再犯病怎么办呢？啊？家里不还有你呢吗？我跟你说呀，爸这个病还真得指望你。家里的老人都指望我。哎，家里头有什么好事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着我呀？当初有机会进服装厂，怎么就没想着我呀？那你不也凭自己的实力考进去了吗？是不是？是金子，迟早会发光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赵新梅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去的，可不是走后门进去的。第一名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名啊！哎，你别睡，我没说完。你现在总算看出来是谁喜欢那个齐伟了吧？我当初就跟你说过，是你妹上杆子喜欢人家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你看出来了？啊，那个新梅，那个齐伟他之前不是一直喜欢你吗？那他这回回来，他是……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，齐伟他喜欢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他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想说我现在跟一个劳改犯还有任何联系吗？你这就是侮辱我！你小点声。陈果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每天早出晚归上班养家的，我容易吗？回来我还得伺候你生病的老爸，还得顺着你那妹妹的脾气，我哪样做的不如你意了？是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他是以前，也跟我没有关系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没怀疑你。你就是怀疑我。我告诉你，牛成果。要是夫妻之间连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这日子就别过了。你小点声，我相信你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绝对信任你，好不好，新梅？啊，我错了啊！那你以后还这么问我吗？你不问了，来，关灯睡觉啊，睡觉。你管管你妹妹啊，管她。你大个女孩不害臊吗？她啊，管管你妹妹。我给你做了个架子，哎，有那不好捡的垃圾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哎呀，子博哥，你太好了，你太优秀了！有了这个，我弯腰捡垃圾再也不费劲儿了。哎，你给齐伟做一个吧，他扫大街肯定比我扫工厂辛苦多了。这个好。好吧。哎，哇，齐伟，你这是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这个太好看了！
你弄这么大阵势，是想被园林局给调走吗？你看，你不知道了不是？淑荣啊，最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了。那我现在坐这么一辆花车，每天接她上下班，给她保驾护航。你说她该有多开心？就是有点太大张旗鼓了，我怕别人说闲话。可是这花真的很好看，我特别喜欢。喜欢就行了，你管谁说闲话干什么呢？谁说闲话，说明谁过得不幸福。那既然人家过得不幸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善良一点，给人家一个发泄的渠道，让别人说点闲话呢？对不对？这才善良嘛。那咱们走。走。那我们走了。哥，子博哥再见。慢点啊。我扶你上车。不要走了，快点。走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哎，这就是哗众取宠嘛。那什么东西放进垃圾车里，那不就是垃圾吗？行了，上班了，走。你怎么没送过花？你不就是一朵鲜花吗？是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那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，做的挺好的。哎，你哥真心灵手巧。行了，我就不送你进去了。笑起来真好。你们好。真是羡慕你，感觉好浪漫啊！是。晚上我再接你下班。走了。走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太幸福了，不说羡慕死了，真是。等着呢。对啊，我们可是等着呢。快点儿的。赵会计，你干嘛呢？最近全市都在搞爱国卫生扫除运动，上面呢随时都会派人下来抽查的。那我们厂也成立了临时抽查小组，我就是组长。我刚才检查了，你这卫生搞得不合格，通通都得扣钱。为什么呀？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卫生少数标准来做的。是吗？严格？就凭你们刚才嘻嘻哈哈不严肃的工作态度，下班之后全部留下来加班返工，直到卫生彻底搞干净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他那个熊样，你小坏了，这没事的。舒荣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今天加班你有困难，会不会影响你约会？你不就希望这样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没事的，我可以加班。那就好。你看我们俩现在工作岗位不一样，我也特别希望你能理解我在我这个岗位上的苦衷，好吗？没别的事了吧？那我去扫地。
啊，赵会计啊，你们家那位也太会心疼人了。还行吧，他一直就这样关心我。哎呀，真羡慕死了。这鱼怎么还不停啊？陈果，陈果，哎，你来了。来，快走，我走了啊，再见。我在这儿呢，齐美，我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。你怎么打伞的呀？身上都湿了。淋着了，是不是冷啊？哎，不用了，你看看你妹妹吧，现在还没嫁人呢，就给你男的搂搂抱抱的，成何体统啊！哎，新梅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哎呀，我怕这个凉了，还特地拿毛巾包了一下。我给你弄的都是你爱吃的，有大排，有鸡肉，还有虾呢。来，你快吃吧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。这么丰盛啊！我出门的时候啊，我今天还遇到子博哥了。他看我淋了雨，怕我感冒，还特地给我煲了姜汤喝呢。他可真细心啊！子博哥啊，对我真的是挺好的。下放的时候老打着换粮的口号，把自己的口粮省给我吃。考大学吧，还老给我创造学习的机会，回城了帮我张罗工作。我当清洁工了，还每次来鼓励我、支持我。可是感动并不等同于爱情，叔叔。我知道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我不能指望你再像从前那样的爱我。所以你要是最终决定不接受我的话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财务室被盗了，牛世荣被盗捅了。啊！哎，新梅，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先把人翻了，把你走。少废话，矛盾，不然老捅了。快了，走！哎，你别撑住，这刀可真杀了人，那事可就大了啊！走。慢点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那窗户没关，招小偷了。哎，你别往里去啊！你靠，不就小偷吗？来，让一下。让一下。叔荣，哎，别轻易乱动，你去报警，公安马上就来。3局万一有啥事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赶紧把刀给我放下！怎么了？哎呀，财务室那赵会计窗户没关，抓小偷了。赵新梅啊？对呀，哎，这次赵会计可是倒大霉。叔荣，赶紧把刀放下！叔荣，啊！别来！我告诉你，叔荣，别乱来啊你！捅了，我告诉你！别乱来啊你！把刀放下！给我站住！把刀放下！别过来啊！
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把刀放下！叫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放开我！志伟，我刀放下！放下我！来人呐！快来人送医院呐！不要吓我，志伟！叔叔，别太着急了，应该不会有大事儿。刘树荣这对象可真够可以的，竟然能替他挡刀子。是啊，听说还每天来接送他，天天给他送花。哎，我怎么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对象呢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！对呀。那个，没事吧，新梅？要不你到那椅子上坐会儿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小偷不都抓住了吗？是不是？没必要这么自责啊！谁说我自责了？我为什么要自责呀？小偷是我找来的，是我让小偷拿刀抵着舒荣脖子的，是我让小偷去捅齐伟的吗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里是医院，保持安静啊！病人度过危险期了，现在没什么大碍，可以去探视了啊。你没事吧？齐伟，你好点了吧？没事了吧？你呀，都成了我的大英雄了。吃一点吧。齐伟，哎，厂长来了。齐同志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今天可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厂的损失可就大了。那不仅仅是国家财产的问题，关键是还很可能伤害到刘树荣同志啊！刘树荣同志，你今天临危不惧地拖住小偷，你的这种精神，我们回去后一定要号召全厂同志向你学习。厂长，另外，小牛，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和嘉奖，我代表厂里给你颁发奖金，同时，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也会给予调整。啊，厂长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拿着，这是厂里一片心意，说好。谢谢厂长。今天这个事情，咱们明天上班后一定要好好做个总结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该惩罚的惩罚，该处分的处分。齐同志，也请你好好养伤。这有什么需要我们服装厂做的，请随时跟我联系。哦，对了，小鸟，这2天就别去上班了，好好照顾齐伟，啊。谢谢厂长。好了，大家今天也都辛苦了，都早点回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齐伟同志，好好养伤啊！谢谢啊。你说你傻不傻？万一你要是出什么事儿呢？万一我要是死了，那这是为你死的，我无怨无悔。呸呸呸！新梅，没事儿啊。舒荣跟齐伟都没什么大事儿，再说厂子也没受什么太大的损失，估计杜厂长就是这么一说，是不是？心别太重，要不咱先回去。舒荣，那我跟你嫂子就先回去了。大哥，让舒荣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吧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。不，我要在这儿照顾你。
满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会照顾我的，哪用得着你呀？回吧啊！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。哥，你回去帮我把牙刷、被子什么拿过来，晚上我就在外边随便凑合一夜，我要在这儿照顾齐伟。搁这儿说话？那行，那我走。好好养着啊，各位。 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下床了？你快回去躺好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什么话你不能明天说？你这样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养伤？就现在说。哎呀，好，你先躺好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个手回血了怎么办呀？嫁给我。 我说嫁给我。你，我娶你啊！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牛淑荣，我们都听说你见义勇为的事儿了，我们车间一线欢迎你。谢谢。淑荣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大伙儿可都等着喝你们两个英雄的喜酒啊！快了，快了。幸好厂里把你也分到我们车间来了，不然啊，老让犯了错误的人来，哼，我们大家伙心里啊都堵得慌啊。齐伟还真是好福气呀、像你牛淑荣这种连劳改犯都敢处对象的人，这世上真是少之又少。劳改犯，他对象是劳改犯，坐过牢。李组长，我要赶着去照顾齐伟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赵新梅，以后每天你都最后一个走，检查好门窗。还有，当心点有贼，你对象可不是会抓贼的。是吧？怎么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我听说今天齐伟出院，怕你忙活不过来，请了会儿假过来给你搭把手。你可真细心。不过齐伟啊，他是明天才出院呢。明天才出院，还没恢复好啊？医生说想多观察一天，主要是我妈想感谢他，给他做一顿好吃的，明天把他接到家里来压压惊。你明天没事一块来吃嘛？明天啊？啊？哎呦，明天我有事儿，那个你们吃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行了，叔叔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进去看齐伟吧，啊，替我跟他问个好。哎，子博哥，正好我有个事儿想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吧。我们边走边说吧，好吧？行。那个，我今天也成了我们厂的正式职工了。真的？啊，太好了，祝贺！哎呀，该怎么说呢？说吧，叔叔。子博哥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你对我比我哥对我好多了。跟你在一块玩，我也特别开心的。叔叔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没事儿。哦，就是齐伟他跟我求婚了。所以。我当然要答应他，你知道的，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很久了。子博哥，叔叔，
只要你觉得幸福和快乐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不生我气吧？在那么危急的关头，那齐伟确实比我快了一步，就这一步，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。说实话，叔叔，我曾经怀疑过齐伟接近你的动机，我怕他是为了报复新梅才来追求你。当然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所以，叔叔，祝福你。你快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从今往后不理我了呢。谢谢你啊，淄博哥。那我去看齐伟了。去吧。我走了啊。你没事啊，走了啊，拜拜。舒荣，舒荣，你可真幸福呀！幸福呀！是啊，咱们认识了有10来年了。这些年，咱们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情，也认识了不少人。那些人始终只是过客，而你，始终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。我爱你。嫁给我。这个看上去挺老实的。这个，你这长得有，配不上淑荣这个。这个总行了吧？挺斯文的，又年轻。这个长得还行。但是我听说他妈脾气不太好，那淑荣嫁过去不得受婆婆气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我看你就是活活要把牛淑荣往那个劳改犯身边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那个劳改犯在厂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已经向牛淑荣求婚了。求婚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就是啊，就在厂门口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真不嫌害臊。不是，喜梅，我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觉得齐伟对我妹那样好像是认真的。你看那天在厂子里边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救我妹，我这当哥哥的都自愧不如。你说我最风光当兵那几年，也没能给淑荣做点什么。这回呢，淑荣要是真喜欢那个齐伟，真想嫁给他，就让他们结了。牛成国，你是疯了吧？你脑子烧糊涂了啊！你亲妹妹要跟一个劳改犯结婚了，你还觉得可以？那是个劳改犯，是坐过牢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为你妹妹想想，你为你自己想想行不行啊？你以后还想不想调动工作？还想不想提干？到时候你工作一提干的时候，家里一政审有个劳改犯，你提个屁呀你！他们俩结婚，我绝对不同意，不可能。哎，那你不同意？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我还有事情要宣布呢。妈，您要是要宣布淑荣结婚的事儿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反正你们牛家想跟劳改犯扯上关系，我一个外姓人我没有办法。我相信
我要说的事情你肯定感兴趣。我们单位要分给咱们家一套房子，我想趁着大家伙都在的时候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。你要是不愿意来呢，我也不勉强。坐下吧。齐伟在啊。齐伟，今天这顿饭是我和你叔叔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淑荣。吃吧，啊，都吃吧。我们呐，也不图别的，就图儿女平安。你能那么护着我们家淑荣，我们谢谢你。来，这杯酒，就算是阿姨敬你的吧。阿姨啊，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好，吃吧，大家吃吧啊！吃吧，哎。哎，你看看他，真是把这当自个儿家了，也太随便了吧！看着，去。干什么呀？我记得从前你吃什么东西都喜欢蘸白糖，这毛病没改呢吧？拿糖。我们家淑荣啊，就喜欢吃糖。那时候啊，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的。凭票？对，凭票。咱们家哪来那么多票啊？所以啊，也没有那么多糖给淑荣吃。有一次呢，你叔叔的一个学生给我们家送了一包白糖，淑荣啊高兴坏了。从那以后啊，不管吃什么都蘸白糖吃。我们当知青的时候，有一回大家伙一起包饺子吃，淑荣就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找，我们就问他找什么呀？他说找白糖。找白糖干什么？吃饺子得蘸白糖。吃饺子得蘸白糖，我们笑话了他整一个下午啊！阿姨，看那点出息，来，蘸白糖吃。真是难为你，这么一件小事，你还记在心上。哎呀，淑荣的事儿，在我这儿啊，都是大事儿。阿姨啊，我想照顾淑荣一辈子。您二老能答应把淑荣嫁给我吗？哎呀，你快坐下，你干嘛当着我那么暗脸说？齐伟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我跟他爸把她给耽误了。耽误了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够始终如一的对她好，一辈子？阿姨，这10年来，我的心中只有她。我会对她好的，一辈子。那行，我们同意了。好，好事好事，来，我们同意了。敬你们俩啊。等会儿吧，妈，您刚才不是说有房子的事儿要说的吗？是，我是要讲讲房子的事儿。今天呢，也算是我们老牛家双喜临门呢。上级要分给我们一套
改善性住房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挤在一块堆儿过日子了。这是好事呀。按照政策，我们可以分到一套大的房子。我是这样想的，这套房子呢，就给淑荣和齐伟做结婚用的新房吧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好。来吃吧，大家吃吧。爸妈，你们慢吃，我不太舒服了，我先回去。哎，还没吃饺子呢。没事，来，来。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太非同寻常了，没想到我现在有了你，还有了一个房子，我一个劳改犯，居然现在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以后不许说什么劳改犯不劳改犯的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从今往后没有劳改犯，只有幸福的齐伟跟牛淑荣，听到没？淑荣啊，你要是现在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俩能聊出什么好结果？我看大家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明天我起不来，你也不会帮我请假的。淑荣，其实咱们俩早就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聊一聊。我想跟你说说你跟齐伟的事儿。结婚嘛，是一个女人的终生大事。我想以嫂子的身份跟你聊聊，你就当给我这个机会好了。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没有？别为孩子操心了啊，睡吧。关于你和齐伟的事儿，我有几点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。第一，齐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，他要是跟你结婚的话，你就是他的知青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一旦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状况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就吃亏了。齐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第二就是齐伟的身份，他坐过牢，是劳改犯。当然你们现在是真爱至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可是你们要想到以后结婚了，他的这个身份会伴随你们一辈子，而且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你们办个人仰马翻、鼻青脸肿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跟齐伟的关系。我知道我跟齐伟的过去，你多少会心存芥蒂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，一直以来我对齐伟的态度也是清清楚楚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对齐伟早就没有任何感情，那真的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里，只有你哥哥牛成国这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你相信我。
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也没想跟你说这些，这是你哥的意思。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谁让你是他唯一的妹妹呢？一开始他也完全不同意你跟齐伟在一起，他怕你会吃亏。可是他也知道，你只认准了齐伟这一个男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你，希望你幸福。这些话是他让我跟你说的，他让我来劝你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这么多。可是新梅，你知道的，我从17岁开始就爱上齐伟，这么多年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，我根本不会在乎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，爱情和婚姻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女人总以为是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被生活宠。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爱情就跟着你哥跑到山上部队生活了，你哥才是真的吃了苦。他常年在山上执勤，就落下了风湿病，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半夜都会被疼醒。我哥他有风湿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怎么可能让你知道？你哥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说出来只会让爸妈和你担心。但我是真心疼你啊！他要是还在这儿又冷又湿的老房子住下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只要我跟齐伟好好工作，我们俩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。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出去，把房子给你们，好吗？诗荣，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等你们分到房子，那得何年何月？就凭你还是凭齐伟啊？还是齐伟给你画的一张饼啊？他是不是跟你承诺很快就会有大房子住？我以前跟他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也整天给我画饼，一会儿说以后要挣钱买个小汽车，一会儿又说带我去大城市生活，我们还说要环球旅行呢。赵新梅，现在跟齐伟在一起的人是我，现在他爱的人也是我。你们俩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提起。好，我以后都不再提了，我就多说最后一句。你哥的关节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形的征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会落下病的。你要是他妹妹，你就真心疼心疼他吧。我就是担心呢，这个赵新梅打房子的主意。咱们家女儿啊，从小她就单纯、善良。哼，
我就怕，到时候他因为赵新梅几句好话，再动了心，把这房子让出去。就是让，不也是让给他哥哥了吗？手心手背的都是肉，让给谁都一样。哎，你不喜欢让闺女跟咱们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赵新梅抢了咱们女儿的工作，现在她又想抢房子，她休想。哼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回就不能让她把咱们女儿再欺负了。新梅怎么抢工作了？不是她自己考上的吗？哎呀，别没事找事儿了，睡觉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你太不了解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。我跟你说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干嘛欺负我妹妹？再欺负我妹妹，谁让我揍你？走，快带你看。来着了，感觉今天有心事儿啊。七伟，我打算，我在想要不要把房子给我哥。你要把房子给赵新梅？为什么呀？我哥他关节炎犯了，再加上赵新梅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？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们呢？就算我反对。七伟，我觉得别觉得。赵新梅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赵新梅。哎，你就算是把金山银山都给她，她照样觉得这事儿是她应该得的，这是她凭着聪明才智得来的。她觉得你依然是个傻瓜，是被她耍得团团转。你为什么要把房子给她呢？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她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再加上我家这情况你又了解，我再想一想，还不一定呢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要做小买卖啦？啊，货都已经寄完了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比扫大街能多挣点吧。我老觉得不是很踏实呀。我总得多挣点钱呢。我得让你过得好啊，我得让你比赵新梅过得更幸福啊。我就是不愿意你什么都要跟赵新梅比。不是要跟她比，那就好像你这城里扯布，对吧？扯布你总得找把尺子去量吧，去比着看你扯了多少布。那
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运转的呀，你总得有个东西比对着，你才知道你别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啊。那刚好他就是那把尺子嘛，那我总得比较着，才能够让你知道你过得好啊。吃醋了？我才没那么小气。哦，小娇气包吃醋了。我没有，娇气包吃醋了。我没那么小气。妈，哎呀，你妈我来扫，我来扫，没事没事，歇着，你歇到记得。淑荣，我来扫吧，你不还得忙着准备结婚的东西？哎，不用，让他干吧，这才哪是哪儿啊？下面他还得打扫新房呢。啊，那我擦桌子。哎呦，这还是你过门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你打扫卫生的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妈，我之前工作太忙了。是啊，亏的是你呀，要不然现在忙的就不是你，而是我们家淑荣了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想起来，陈国还有件衬衣我没烫呢。陈国，你妈现在对我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！她现在是揪着我不放了，是吧？当初我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厂里的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哎，更何况我现在跟淑荣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，她升职我降职，你妈现在这个态度那就是落井下石。行，别生气别生气啊，那个岁数大了，难免有时候说话呢就不中听。但是我妈呀，我妈这一直以来对你和淑荣都还是一视同仁的。是吗？你摸着你自己良心问问，你妈对我们真的是一视同仁吗？要一视同仁的话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新房子住啊？要是你妈真是一视同仁，行，你去跟她说，让咱们住新房子。新梅，你看你陈国，我跟着你吃苦受罪，我认，谁叫我是你媳妇儿？但是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也遭这份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行。我去，好吧啊，别生气了啊。记得啊。洗被在那儿啊，淑荣，水凉不凉？我帮你洗。不用。能帮你打肥皂？不用。那行，等你洗完，帮你晾去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行，那你看我能帮你干什么？哥，你好歹也是部队上堂堂的排长啊，你为了一个赵新梅，我看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淑荣，哥我也有难处。哥，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考虑？我也有我的难处的。